你越能感谢看似停滞的时刻，越能迎来真正的突破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变得温柔而有重量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明白，原来生命里那些看似没有进展的日子，那些像是停在原地，怎么努力都没有回应的时候，其实并不是浪费，而是一种正在悄悄为突破蓄力的状态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对停滞充满不耐，我害怕安静，害怕没有成果，害怕别人前进而我留在原地，害怕自己正在落后。于是我用更多努力填补焦虑，用更多行动掩盖恐惧。但越是这样，我越感觉自己像在原地踏步，心急、气躁、无力，仿佛世界刻意把所有道路都堵住。我不知道的是，停滞其实并不是生命的拒绝，而是生命的准备。直到某一天，我精疲力尽地停下，什么都不做，只剩下呼吸，剩下我和我的心。那一刻我才听见被忙碌淹没已久的那个声音，不是你没有前进，是你正在被重新排列。那句话像光一样穿透我的胸口，我才突然懂得，原来停滞不动的不是人生，是我内在的某些碎片，正在重新拼合，正在整对，正在对齐一个比现在更大的版本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用不同的方式看待停滞。我开始感谢那些让我不得不慢下来的时期，因为慢下来，我才能看清方向，才能看清什么不再适合，才能感受自己真正的需要，才能看见那些被忽略的疲惫，才能重新整理我的信念。我开始感谢那些没有结果的努力，因为真正的成长往往发生在看不见的地方，发生在心变得更稳的瞬间，发生在理解加深的时刻，发生在一次次被逼着回到自己里面，找到力量的过程。我开始感谢那些像是停住的道路，因为那往往意味着前方有更好的选择，更适合的机会，更高版本的我正在被准备迎接。当我越能感谢停滞，世界就越不再让我慌张。我突然能看见停滞里藏着的指引，明白宇宙正在替我整理顺序，明白能量正在替我清除干扰，明白那些我以为的卡住，其实是在提醒我，这条路不是你最终的方向。而就在我停止与停滞对抗之后，突破真的开始出现，不是轰炸式的奇迹，而是非常自然，非常连贯，仿佛所有事情在同一时间打开，灵感涌现，人脉靠近，门突然敞开，机会自己找到我。事情像是被推着往前走，我才明白，突破之所以来的突然，是因为我之前所有停滞的日子，都在累积那一瞬间的能量。没有哪段停滞是真正的停滞，它们都是生命为我做的深度调整。后来我真正懂得，感谢停滞，就是感谢生命的节奏，感谢宇宙的耐心，感谢自己仍然愿意前进。你越能感谢看似停滞的时刻，越能迎来真正的突破，因为你的心不再焦虑、抗拒、逃跑，
而是准备好了去承接。而突破永远只会降临在已经准备好的心上。当我愿意面对挫折，挫折也停止下我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变得踏实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明白，原来挫折之所以让我恐惧，不是因为它真的那么可怕，而是因为我一直逃避它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对挫折的想象比挫折本身还巨大。我害怕失败，害怕犯错，害怕结果不如预期，害怕别人看见我的不完美，害怕努力没有回报。于是每一次挑战出现，我还没开始心就先退缩。我常常把挫折想成一种威胁，想成命运对我的否定，想成世界在提醒我不够好。于是我越逃挫折越追，我越害怕它越像阴影般扩大，直到某一天我真的无处可逃，只能停下。停下的那一刻，我才惊觉，原来我害怕的不是挫折本身，而是我对挫折的想象。那天我第一次很坦诚地看向自己的心，问了一句：如果我不逃，他还能把我怎么样？这句话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我面对挫折的第一道门。于是我开始练习去看挫折真正的模样。我发现挫折并不是怪物，它只是提醒我哪里需要调整，哪里还可以更好，哪里我其实已经准备的差不多，只差最后一步。它让我看到自己的盲点，自己的习惯，自己的恐惧，自己的渴望，自己的任性。它不是来摧毁我的，是来扩大我的。当我越能面对挫折，我越发现挫折其实有它的温度。它逼我停下，是怕我往错的方向走得太远。它让事情变难，是为了让我练出更强的力量。它让我失败，是为了让我重新排列自己的选择。它让我痛，是为了让我诚实。我开始慢慢明白，挫折不是敌人，是导师。当我越不逃挫折，越不再吓人，它不再像一道黑墙，不再像深不见底的洞，而像是一个需要我跨过的门槛。跨过之后，世界会变得更大。而就在我愿意面对的那段时间，我发现自己真的变得强壮。我不再轻易被打垮，不再为小事而怀疑自己，不再因为一次不顺就否定全部。我开始学会把情绪理开，把难题拆小，把方向稳住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开始相信挫折不再是结局，而是一种过程，是下一步的入口。后来我才真正懂得，挫折只有在我背对它时才会变成巨兽，当我愿意回头直视它，就会缩回原本的大小。当我愿意面对挫折，挫折也停止下我，因为我已经不再把自己交给害怕，我把自己交回力量，交回理解，交回成长。而挫折也就在那一刻变成了我前进的阶梯。你越能理解卡住背后的讯息，就越能突破它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有了重量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明白，原来人生中的卡住从来不是命运的刁难，也不是宇宙的沉默，而是一则我尚未读懂的讯息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只要事情停下，我就焦虑；只要没有进展，我就自责；只要方向变得模糊，我就以为自己不够努力，不够好，不够值得。我把所有停滞都当成一种失败，却从来没有停下来问，这个卡住其实在提醒我什么？直到某一天，我真的被一段反复的困境逼得动弹不得，再怎么努力，事情就是没有起色。我累得无法再往前推，只能坐下来，承认自己不知道怎么走了。就在那个静止的瞬间，我的心突然松了，像是有个很久没被我听见的声音悄悄浮出来。这里不是阻碍，是讯息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意识到，卡住不是要我停在原地，而是要我看清
我忽略了什么？我需要调整什么？我还没准备什么？或是我根本正在往不属于自己的方向用力。于是我开始练习，不急着突破，而是先理解。我问自己，这个卡住是提醒我休息，还是提醒我转弯？是我的恐惧挡住了我，还是我其实已经长大，却还用旧方式前进？是我太用力，还是我根本没有听自己真正的渴望？越问，我越能看见卡住背后藏着的真相。有时候，卡住是在提醒我，步伐太快，心还没跟上。有时候，卡住是在提醒我，我正在勉强自己去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。有时候，卡住是在提醒我，那条路已经不再对齐我，只是我还舍不得放手。有时候，卡住是在提醒我，我需要多一点耐心，多一点觉察，多一点信任。而最常的情况是，卡住是在提醒我，我正在准备突破。当我越能理解这些讯息，我越不再恐慌，越不再责怪自己，越不再把停滞当成终点。我开始把卡住当成生命对我说的一句：等一下，你还有东西没看见。而就在我慢慢看见之后，突破也开始变得自然，不是靠硬撑，不是靠逼迫，不是靠盲目的努力，而是靠我终于理解了所带来的轻盈前进。那突破往往不是轰动的，而是很细微，却让整个方向变得明亮的那种，像突然想通，突然松开，突然知道下一步在哪里。后来我才真正懂得，卡住不是敌人，是路牌；不是障碍，是提示；不是命运的刁难，是宇宙的温柔提醒。你越能理解卡住背后的讯息，就越能突破它。因为那一刻，你不再与生命对抗，而是和生命合作。你开始知道去哪里，该放什么，该捡什么，该离开什么，该相信什么。而所有突破都在这种温柔而诚实的理解里悄悄发生。当我穿越低谷，生命自然抬高我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变得真实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发现，原来生命里那些最沉、最暗、最无力的时刻，并不是把我推下去，而是在让我准备往更高的地方走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抗拒低谷，害怕情绪下坠，害怕自己失去力量，害怕前方看不见出口，害怕那些明明努力了，却还是得不到回应的瞬间。我把低谷当成命运的惩罚，当成宇宙的否定，当成人生的崩落，仿佛只要跌下去，我就再也起不来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跌到了谷底，跌得没有形象，没有倔强，没有什么可以继续撑住，只剩下一颗被迫与自己面对的心。就在那样深沉的寂静里，我突然明白，原来低谷并不是我以为的终点，它是一个入口，一个让我重新看见自己，重新整理自己，
重新对齐方向的入口。我第一次感受到，低谷带来的不是毁坏，而是诚实。诚实的看见，什么已经不适合我，什么让我久了会痛，什么其实我不再想抓，什么才是我真正想要的。低谷逼我停下，不是要我停在黑暗里，而是要我看清楚，哪些光值得我重新追。于是，我开始练习，不再与低谷对抗，不再把低谷当成敌人。我让自己掉下来，让心沉意沉，让情绪说话，让恐惧浮出，让那些被忽略的真相有机会站到我面前。而奇妙的是，当我越愿意诚实，低谷也变得没那么可怕。它开始教我如何不依赖外界肯定，也能站得稳，如何从焦虑里找到清晰，如何在失去里长出力量，如何在孤独里与自己靠得更近。我慢慢看见，低谷从来不是把我压低，而是把我推向一个我从未想象过的高度。因为在谷底，我没有退路，也没有伪装，只剩下一个必须向上，也只能向上的方向。当我越能穿越低谷，我越能感受到，生命其实一直在暗处拖着我，拖着那些我没被压垮的时刻，拖着那些我以为撑不过却还活着的瞬间，拖着那些我以为结束了却又重新展开的道路。后来我才明白，生命之所以会在我穿越低谷后抬高我，不是因为我受过苦就值得换回什么，而是因为在穿越的过程里，我成为了能站在更高处的那个自己。我的心变得更稳，我的步伐变得更清楚，我不再轻易被动摇，不再被小事击垮，不再把外界的风雨当成自己内心的飓风。我变得能承受，也能拥抱，能放手，也能前进。而当我准备好，生命自然会抬高我，不是突然的奇迹，而是一种原来我已经站到这里了的安静成长。当我穿越低谷，生命自然抬高我，因为我已经不再是跌落之前的那个我，我变得更完整，更结的，更柔软，也更有力量。而生命永远会将更高的位置留给这样的我。你越能看见混乱的意义，越能迎来秩序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被照亮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明白，原来生命里那些凌乱的片刻，那些让人无法喘息的冲突，那些方向模糊、步伐打散的日子，并不是命运在跟我作对，而是宇宙在重新洗牌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害怕混乱，我害怕计划被打破，害怕关系失去平衡，害怕情绪一阵阵涌上来，害怕生活突然变得不可预测。我把混乱视为危险，视为不顺，视为我做错了什么的证据。但在那些慌张里，我没有发现混乱真正的本质其实是调整。直到某一天，我被生活推进一段怎么整理都整理不干净的混乱。那种混乱不是外界的事情太多，
而是内心像被翻了一次土，所有被压着的情绪，被忽略的需求，被推迟的真相，全部浮了上来。我想控制，却控制不了；我想逃，却无路可逃。那一天，我突然静下来，静到连呼吸都变得安安稳稳。我意识到，混乱不是敌人，混乱是在告诉我，旧的架构撑不住新的你了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理解混乱的意义。混乱来，是为了拆掉不再适合的；混乱来，是为了逼我走向更新的版本；混乱来，是因为我准备好了，不再用旧方式生存。于是我开始学会，不再急着把混乱压回去，不再急着修补，不再急着恢复原状，而是问自己，这里到底在提醒我什么？我发现，混乱往往是灵魂的讯号，它让我看见我不再能忍受的界限，我不再适合的环境，我不再想扮演的角色，我不再愿意忽略的感受，我不再愿意压抑的渴望。混乱让我诚实，诚实到我再也无法对自己说谎。当我越能看见混乱的讯息，混乱就越不再吓我，它反而像是一个老师，带着温柔的坚定，把我推向我该去的方向。有些混乱让我看见自己该停了，有些混乱让我看见自己该走了，有些混乱让我看见自己该改变了，有些混乱让我看见自己该成长了。混乱越清晰，秩序越靠近，因为秩序不是外界替我安排的，是当我把内心真正的声音重新放回正确位置时，生命自然呈现出的模样。于是，在我越愿意听懂混乱的那段时间，我感觉到一些事情开始慢慢对齐，情绪变安静，方向变明朗，步伐变稳定，决定变单纯，选择变清楚。我感觉到生活像是在暗地里替我整理好了一条路。后来我才真正懂得，秩序不是混乱的反面，秩序是混乱的产物，是混乱完成它的使命后留下的礼物。你越能看见混乱的意义，越能迎来秩序，因为你越不抗拒，越能顺势成长，越能看见自己的真相，越能朝更对齐的生活靠近。而最终，你会发现，混乱不是打乱你，而是成全你。它只是用你一开始无法理解的方式，把你推向一个更清晰、更成熟、更真实的自己。当我不再抗拒低潮，低潮反而成为力量的源头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变得温柔而坚定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明白，原来我之所以被低潮拖住，不是因为低潮太深，也不是因为我太弱，而是因为我一直在抵抗它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把低潮当成敌人，当成不能被看见、不能被承认的阴暗。我害怕情绪下沉，害怕自己停下，害怕失去动力，害怕在黑暗里找不到出口。于是我假装坚强，假装没事，假装我还能撑住。越假装，越痛，越抵抗，越下沉。
我以为这样能避免低潮，却反而被困得更深。直到某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累到再也假装不出任何力量。我坐下来，任由情绪往下掉，像沉入一个我一直不敢靠近的地方。那一刻我才发现，低潮其实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怕。它没有要毁掉我，它只是要我停下，让我回到内在，重新看见那些我努力忽视的部分，看见疲倦，看见渴望，看见不想再逞强的自己，看见那些被压在心底太久的话，终于有机会浮上来。当我愿意不再抗拒，低潮里的黑暗开始变得柔软。我开始感觉到，低潮不是惩罚，是整理；不是终点，是深度调整；不是破碎，是让旧壳松动的力量。于是我开始学会陪伴自己，而不是对抗自己。我让自己难过，让自己哭，让自己疲惫，让自己诚实地承认，我现在真的不行。而就在那样的诚实里，我突然轻了，像把背上很久的石头放下。我慢慢发现，低潮之所以痛，是因为它要带走一些不再适合我背负的东西，一些旧信念、旧习惯、旧关系、旧恐惧、旧身份。而当我越愿意让这些旧能量流走，我越感觉到力量正在悄悄回来，不是从外界来，而是从内在冒出一种更深、更踏实的力量，让我面对事情不再那么慌，让我在低谷里仍能看见一丝亮光，让我知道自己虽然还在下沉，但正在往更稳的方向落地。后来我才真正懂得，低潮从来不是要我跌倒，而是要我放下那些不再属于我的部分。当我停止抗拒，我才能真正穿过它。而在穿过的那一刻，低潮不再吞噬我，它反而成了我成长最深、最强、最稳的力量来源。因为我在低潮里重新学会接住自己，重新学会温柔，重新学会呼吸，重新学会相信。当我不再抗拒低潮，低潮反而成为力量的源头。因为只有愿意下沉的人，才能真正往上升。而我终于明白，黑暗不是要把我困住，黑暗是在让我变得更亮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